刚离婚的小夫妻余情未了，一起玩游戏，哪知中途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女人生气摔门离开。可不久后，女人便离奇失踪。丈夫小帅一觉醒来，就发现自己家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。男人自称是一名退休刑警，15年前的分尸案就是由他负责的。经过多年暗中调查，他怀疑肉铺的那对父子就是杀人凶手，只可惜他一直没有证据，于是想请小帅帮忙。隔天，小帅按照老刑警所说照常上班，但奇怪的是，一向准时的护士这次却没有来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想起之前他就见到过屠夫跟踪小护士，他基本确定小护士已经遇害。谁知就在这时，儿子却打来电话，说母亲迟迟未归，他自己一个人十分害怕，便决定来找父亲住2天。现在已经快到楼下的肉铺，小帅听后大惊失色，连忙叮嘱儿子赶快离开，打车来医院找自己。等他再次给儿子打去电话，却听到对面传来屠夫的声音，眼看事情不妙，他连忙拿起桌上的手术刀，直接冲回了家。伴随着一阵惨叫声，一个被捅瞎眼睛的纹身男跌跌撞撞地爬出屋子。小帅惊恐地在雨中寻找儿子的身影，结果却被一辆车撞晕过去。再次醒来，却发现自己身处老刑警办公室。小帅惊恐地告诉他，屠夫绑架了自己的儿子，还找同伙蹲在家里，现在他要去救人。但老刑警却说儿子现在很安全，接着将一份报纸递给了他。警察又发现了一具女尸，正是他失踪的前妻，而他成为了头号嫌疑人。因为邻居举报他曾和前妻发生过争执，小帅只能拼命替自己辩解，说自己在肉铺里看到了人头，还要去找证据自证清白。可老刑警却阻止了他，因为私闯民宅是犯法的。说着他就要去报警，然而这时小帅却突然想到，老刑警是怎么知道儿子被绑架了？难道他也是凶手的同伙？于是他果断拿花瓶砸晕了对方，接着他拿着球杆走向肉店，想要找到屠夫藏起来的人头，眼看就要成功拿到，不成想屠夫却突然出现，两人二话没说便扭打在一起。就在小帅命悬一线之际，外面传来了警察的声音。警察将两人分开，却将手铐铐在了小帅手上。他死死盯着那个黑色塑料袋，直到最后他才看清，袋子里装的只是颗牛头，而人头则是在小帅家冰箱找到的。原来小帅破产离婚后就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而老刑警实则是他的主治医生。至于屠夫的老婆也从未失踪，小护士也没有遇害。事后警察审问了小帅身边所有人，小护士说库房里的药总是对不上账目，而那段时间小帅刚好睡在医院，他还听到小帅在梦里说过自己杀了人。后来他发现有人跟踪他，便藏在拐角将人打昏了，谁知道竟是小帅。惊慌失措的他以为自己杀了人，事后也就再没去上过班。屠夫说自己跟小帅曾经喝过一次酒，在那次之后，他家的刀就少了2把，而警察也在小帅家厨房找到了那2把刀，上面还沾着血迹。一切的证据都在表明小帅就是真正的凶手，可他却坚持认为所有人都在诬陷自己。很快被他刺伤的纹身男人苏醒了，他是高利贷公司的打手，负责催小帅还债。但后来小帅得知公司老总有毒瘾，就借职务之便免费给他打药，以此来拖延还债时间。但有天老总迟迟未归，小弟察觉不对，查看了行车记录仪，上面清晰地记录了他抛尸的全过程。小弟干脆以此为要挟，敲诈了他一大笔钱。但后来小弟又染上赌博，想再次勒索时，却被他刺瞎了一只眼。而这时小帅也终于想起那天的经过。那晚他跟前妻亲热时，误将前妻看成被他杀死的老总，惊慌失措下的他不得已用药物镇定，结果被妻子发现，俩人这才大吵一架，最终失控杀死了前妻。事情终于水落石出。从这之后，小帅被关进了精神病院，每次清醒时，他都会大喊自己并没有杀前妻。但一个精神病人的话，怎么会有人相信？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之时，小护士收到一条短信，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交货，而他只是微微一笑。另一边，屠夫也在叮嘱父亲，附近街道上装了监控，以后做事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他清楚真正的无头女尸案，凶手正是他的父亲。